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非常有名的澳门杏仁饼。这个杏仁饼，不管是节日还是平时，作为伴手礼送给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合适。做法真的非常简单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需要哪一些材料。我们需要杏仁饼的材料，其实都挺简单，但是它主要其实不是通过杏仁来取味道。那我们先说说需要1把的杏仁。65克的黄油要放到室温下软化，50克的杏仁粉，糖肯定少不了，这里有120克的糖粉。这款点心用的最多的是绿豆粉，那我们这里买不到绿豆粉，我们可以用这种去皮的绿豆。等会炒了它，然后把它打碎，一样可以变成绿豆粉。那如果外面可以买得到现成的绿豆粉，那就最方便不过了。那我这里有200克左右的绿豆。第一步，我们先炒一炒这个绿豆，中小火加热，锅温热了之后，可以把绿豆放进来，中小火备15分钟左右。期间我们要不停的翻炒，避免受热不均匀。烤箱预热到150摄氏度。在炒绿豆的时候，可以准备烤一些杏仁。放进预热好的烤箱烤10分钟左右。烤过的杏仁放在板上晾凉，然后我们等会把它切碎。绿豆差不多也是同一个时间备熟，我们这时候把它放到烤盘上晾凉。放到通风的地方，尽快让它变凉。杏仁放凉之后，尽量把它切成小粒。切好了之后放到碗里面，等会再用。切完了杏仁，我们的绿豆也放凉了。接下来要把绿豆打成粉。一定要磨成这种非常细的粉才可以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的碗，上面放一个筛子，我们将打好的绿豆粉过筛，然后把糖粉也放进来。糖粉在室温下可能会结块，用勺子压碎。如果勺子都压不碎，也可以放回搅拌机去搅一会儿。然后把杏仁粉也放进来，混合均匀。混匀了之后，把黄油给放进来。黄油这个时候是非常软的，将所有的粉跟油混合在一起。你也可以用植物油来代替黄油，但是加了黄油，它会有一些奶香气。黄油差不多压散了之后，我们就要用到手了。现在用手把所有的粉跟黄油充分的混合在一起，捏到完全没有黄油颗粒了之后，我们这个粉团现在抓在手上，它是可以凝固好，捏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形状的。如果想让这个杏仁饼吃起来更脆一些，我们需要往里面再加一点点的水，大约2到3汤匙。你感受一下那个湿度，不要太湿，我们只需要让它紧实的抓合在一起就好。一开始的时候先放2勺。现在的感觉是比较潮的粉团，那如果再抓一把来试一试，它可以更好的粘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做杏仁饼的造型。我们接下来需要用到一些模具，我这个是做月饼的模具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把所有的粉压到月饼模具里面，然后把它压紧实，最后敲出来就可以了。先往底下放一些杏仁，但是量不要太多，不然等会它造型容易散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填粉，接下来用到手，杏仁饼散不散？
关键就看我们压得够不够实。压紧实之后，用刮刀斜着把多余的粉给刮走。然后我们还要再补一次粉。再压紧。压1遍、2遍不够的话，就压第3遍。最后再刮一遍。敲出来之前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再压紧实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敲出来。敲的时候可以4周都敲几下，慢慢的杏仁饼就掉出来了。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这种做月饼的模具，一样也是往里面填粉。先往模具内填一些粉，然后压紧。这个我们可以在中间放杏仁。往中间填一些杏仁，但不要填太多，不然它容易散掉。然后再铺上一层粉。压紧实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直接摁在烤盘上面，用力多压几下。我这个大小是在50克的月饼模具里面放了2汤勺左右的粉。这款点心外面卖的不是很便宜，贵的点不在食材，贵在手工。每一块杏仁饼都需要用手压紧实才能敲出来，是花了不少的时间的。如果将杏仁填在中间，成品的花纹就会比较明显，比较美观。完成塑形后，可以进烤箱烘烤，放进预热到150摄氏度的烤箱。要给烤箱留一个缝，我们要低温烤25分钟。烘烤完成后的杏仁饼，外酥内松，入口干香松化，这回算是月饼模具的妙用之一了。除了做月饼，模具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不同的糕点。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慢慢介绍。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